挑战把鸵鸟蛋做成夜明的蛋会更好看吗？先来看视频。准备一支荧光笔，将它放入装醋的杯子里，揉一揉让它溶解。然后我们把鸡蛋放入杯中，等待1天，然后捞出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蛋壳已经不见了，鸡蛋已经变成荧光笔的颜色，还变得很有弹性。那么呢，在上一期视频，我用那个鸡蛋，还有荧光笔，还有白醋，做出了一个夜明的鸡蛋，效果呢可以说是相当哇塞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挑战的是鸵鸟蛋啊，用鸵鸟蛋做一个超大号的夜明蛋，效果会怎么样？哎，这个说实话啊，我还是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个鸵鸟蛋，哇，你们看，好大！这个鸵鸟蛋手感真的是没得说啊，感觉它这个壳非常非常的厚。你们说，如果我把它放到那个孵化小鸡的那个机器里面，能不能孵出一只小鸵鸟呢？同样是准备了荧光笔，选了一个绿色的，跟我的气质呢比较符合。5瓶白醋啊！觉得我这个实验能成功的，请扣1；觉得不能成功的，扣眼珠子。粉丝问你，如果失败了呢？如果失败的话，我就连汤带蛋一起都喝了。哎，哇，这个鸵鸟蛋太大了，放不进去呀。这个好像也不行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大小是相当的哇塞啊！我们先把这个笔芯给它放到这个桶里面，倒入白醋。我们把这个荧光笔液给它弄出来。我操！你们看我的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蛋给它放进去。哇，好像有点少啊，我们再加点醋。你们快看，这个醋已经和蛋壳发生了剧烈的反应啊，有好多这个小泡泡啊。那么呢，之前做的那个鸡蛋呢是在醋里浸泡了24个小时。那么由于这个鸵鸟蛋的个头比较大，而且它的壳也比较厚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等待72个小时，然后见证奇迹。我们42小时后，我们现在暂时来看一下啊，哇，这个蛋还好硬好硬啊，看来还得要继续等待，兄弟们。1个礼拜后，有点不妙啊。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7天，我这醋都已经挥发了，这个醋都不酸了，但是这个鸵鸟蛋好像没有变成那种软软的感觉，但是表面有一层非常绿的这个荧光液。那我们就不要再等了，我们直接把这个蛋拿出来看一看，它会不会变成夜光的蛋，因为我感觉再泡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们给它拿出来，哇！哇，你们看这个蛋真的是非常厚啊！煮食了这么久，还没有像鸡蛋一样变成那种弹力的鸵鸟蛋。那好了，兄弟们，接下来我们就关灯，看一看这个鸵鸟蛋关灯的时候，这一层会不会变成非常牛皮的夜光？告辞。